肩胛部分这一次的问题啊也是比较明显了，那就是这个孔位，我个人感觉有一些做大了，会在里边逛荡，在后期摆动作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影响。我这个已经是让我上来内胶进行固定了。肩胛上端呢还有一个拉出关节，主要就是用来做出逆天使的防御姿态，但是这个地方也稍微的有一些松了。肩胛外侧呢都是用来挂载逆天使的盾牌的，因为这3面的卡槽呢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小的盾牌放在哪个位置都可以，看个人喜好。同时小盾牌还带有一定的活动，内部也有类似于铆钉一样的细节刻画。大的盾牌就只能安插在这个孔位上了，这个位置的安装也是比较松的，虽然说能固定位置，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建议各位稍微的加固一下。这个部分的细节刻画会稍微的多上一些，加上水贴的加持，整个造型真的是可圈可点。为了实现防御状态下的攻击，中段以及下段的盾牌呢还可以翻折活动，给手部提出空间。手臂部分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上臂的平转关节连接是比较松的，需要加固。而且啊，这个白色零件呢，也是需要直接粘死在手臂骨架上的。手臂后方呢，也是有蓝色的粒子传动带设计，整个手臂的造型设计啊是比较方正的，看着是比较干净。手部呢，提供了拇指可动的4指造型手，整体的替换会比较紧一些，需要各位稍微的注意一下。手腕的柱形卡榫也是比较松的，需要加固一下。除此以外，整个手臂的活动性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由于那么多的位置是比较松的，需要加固，如果不处理好了，在后续的整个把玩过程当中呢，真的是比较难受的了。逆天使的胯部设计其实比较有意思，虽然简单，但是各个活动关节还都是有提供的。胯部可以滑动调整位置，提升整个腿部的可动性。前襟甲通过球形关节和卡扣进行连接，这个部分不会像大弯 C 的系列裙甲呢会经常掉落，固定的比较紧实。同时前襟甲也可以打开一个导弹加仓，但是这个地方想要突出细节，还是需要进行补色。逆天使没有侧裙甲的设计，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后裙甲。其实这个地方啊不应该被称之为后裙甲，就是2个比较大的推进器。同时推进器这里在活动的时候呢，有一个联动展开机构，这个细节啊在万代 MG 逆天使刚发售的时候也是好评如潮的。2个推进器整体的活动性也是比较不错，活动手感也比较紧实。外侧呢都是各安装了一把光束军刀剑柄，但是这一次我手里的这个光束军刀特效件啊是有些弯了。腿部的设计其实就真的比较简单了，大腿部分比较干净，没有什么多余的细节，这个部分的粒子传动带就比较明显了。膝盖部分在前端也是提供了导弹加仓的，通过外拉再翻折呢，就可以露出内部的4连装导弹了。但是这个部分的导弹也是没有分色的，需要各位自行上色。膝盖外侧的孔位可以挂载 MG 逆天使的 GN 手枪，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卡榫稍微有些短了，建议各位在安装的时候呢稍微加固一下。夹仓的玩法也都是比较普遍了，打开然后拿出内部的手枪，下端的监视器呢也是带有提供的贴纸补色，但是这个贴纸的图案有一些歪了。小腿部分呢也是带有粒子传送带的设计，至于脚部整体呢造型是比较小的，但是看上去有一些厚重了。整个腿部的活动性也是比较优秀的，加上没有任何的外甲干涉，所以在把玩的过程中啊真的是比较好了。那么主体部分我们就算介绍完成了，最后也就剩下了武器装备和支架连接件了。连接件也是通过滑槽卡在底下的，这个连接件相对于那种卡扣式的连接件呢就比较稳当了。武器部分也就剩下了逆天使的狙击枪了，整体的造型和分色还都是比较可以的，瞄准镜、辅助握把以及后面的手臂连接件都是带有一定的滑动可动的，而且啊后方的连件还带有粒子传送带的细节刻画。狙击枪前端的支撑架呢还可以替换上延长连接件，同时这把枪呢也可以通过固定卡榫直接固定在整个肩部。那么至此这款模型的所有东西我们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剩下的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序列建议。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序列建议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这款6653 MG 逆天使的这么一个简单的说明了。那么首先呢，也就是在针对于我们太阳炉的部分 E27 这个透明件啊，我建议各位直接给它粘死在 B2 这个零件里头，不然这个东西啊其实是比较松的，而且它没有什么太好的固定卡位。然后连带的这一些啊，什么比如说驾驶员了，我们的洛叔直接 A23 这个零件，我建议直接给它粘在这个上面就好了，不然各位在评测里也看到了，老逛的。说明书上肯定就是完完整整的翻模万代的说明书了，但是啊，这个哈罗呢，它依旧是没有给做出来，这一点还是比较遗憾的。
再来，也就是在这边的零件，也就是在我视频里演示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啊，整个一个活动关节呢，需要就用蓝丁胶或者说呢赛纸给它进行一定的加固，然后连带着下端的这个，我们直接这个前后合啊也是需要粘死加固的，不然这个地方呢是在后仰的时候弯腰后仰的时候呢会直接崩开。这两个地方其实在整体的活动的时候呢是比较麻烦的了。然后在这边的这个 B26、B18、B19 和 B27 整体的这个组合度稍微的有一些紧了 ，B18 和 B19 可以不扩，但是 B26 和 B27 还是要稍微的处理一下，这个地方真的是比较紧了。然后在整个 B24、B23、B20 这个部分，包括左右两侧的这个零件呢，都是比较紧的。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个地方紧是紧，一旦是安装完以后啊，这个地方它还有点松了，所以说呢。整个平台关节啊，这个柱形卡榫需要各位稍微的给它加固一下。那么再来 B41、B42， 包括 B40以及 B43， 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紧的。建议各位稍微的给它处理一下，但是不要处理上面的桩啊，直接处理一个孔位就好了，不然处理桩的话呢，可能就会松了。头部主要还是这个第14啊，相对于这个柱形卡榫呢，给它横着削掉1/3，其实就够用了。然后连带着头部骨架的 A20、A22 以及 A21这两个零件呢是非常紧的，需要扣口。然后对于整个天线的安装部分，我还是那句话，建议各位先安装 A17到这个部分，最后我们再安装 E11，再直接插上去。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看好上面的卡榫了，这个卡榫呢是一个斜着往上捅的。手臂部分最紧的部分呢，也就是在第11、第12两个零件，然后 C42 以及 C21这个部分两个左右合也是比较紧的。然后至于其他的肩甲加固啊，这里边呢，我建议是在这里边涂一层蓝丁胶，或者说给它整一层502，然后等它干了加厚，我们直接就进行固定，其他的就可以了。那么再来呢，就是 C31这个地方需要各位稍微的给它扩一下，但是不要扩太多了，因为如果扩太多的话呢，这个地方手腕也是会比较松的。整个胯部其实最烦人的部分呢，就是这4个导弹夹舱了。这4个导弹夹舱啊，每一个的组合度都是非常非常紧的，尤其是这个 A34 安装在 A29这个小零件，因为这地方是一个可以活动的卡扣，所以说，而且这个零件真的是非常非常小，真的是别手，很别手。拼装的时候没有办法是用一个很好的劲儿，建议各位带点手套吧。这个地方我建议是带点手套。然后在下端的这个 C34 这个零件呢是比较紧的，需要进行扩孔。脚部主要集中在了 C17 以及 C18这两个零件，需要稍微的修整一下。后方呢，这边的这个我建议啊是使用 F17这个地方先安装进去，最后我们再安装 C49。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要先安装，优先安装 F1和 F27这两个零件，不然我怕这个地方受力不均匀就会出现白痕，因为这个地方我已经是出现白痕了。然后下端的整体的左右合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啊，针对于腿部的这个问题呢，我这里呢是给各位稍微的提个醒，针对于所有的这个卡榫呢，我建议是横着削掉一半，就是这么的，给它削掉一半，然后啊，在卡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镊子或者说其他的硬物一边顶着这边，一边呢我们再把这个白色零件给它扣进去，不然的话呢就会像我这样中间的这个卡榫卡不进去，会出现掰痕了。这个地方呢也就是为了防止受力不均匀导致中间出现断裂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还是这句话，用我这个手法，这边顶住，然后这边呢我们再往里卡，那么这个时候中间这个地方就不会出现掰痕了，避免断裂。至于其他的武器部分啊，或者说是盾牌了，就没有什么好说了。这一款力天使啊，整体的问题啊，主要还是集中在了骨架以及那些比较软的地方，其他的呢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相对来说啊，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比较好处理，加固以及削装扩孔呢，这些啊其实正常来说都算是拼国产模型的一个常态了。不知道各位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么好了，这一款大班的 MG 力天使所有的东西我们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单论零件质量，除了白色零件有杂质以外，其他的零件质量还都是比较不错的，能看出来有提升，肯定是要比以前的翻模的好。但是如果论模型素质来说，下半身还可以，上半身的问题就比较多了，主要还是各个关节部分会出现软的情况，需要加固，加上头部接